86名猎人对抗2000多名凶悍日军，听起来仿佛是虚构的故事，但在真实历史中，这样的奇迹确实发生了。而这一切都与雪峰山战役紧密相连。1944年4月，日军孤注一掷，发起了他们在亚洲战场的最后猛攻，这标志着其1号作战计划的关键阶段。在接下来的7个多月里，中日双方在玉香桂3地展开了激烈战斗。由于国民党大军主力远在缅甸与日军交战，国内战场形势严峻，大片土地沦陷。为抵御日军攻势，国民党在昆明组建了一支全美式装备的第36机械化师，并在芷江新建机场部署最先进的 B-29轰炸机，以对抗日军空军。然而，日军显然不会坐视国民党在昆明的行动顺利进行，一场更为激烈的战斗即将拉开序幕。1945年4月，面对整体战局的不利，日军决定孤注一掷，从湖南调集了5大主力师及3个装备精良的独立旅，总兵力超过8万，在中国大陆上发起了他们最后一场大规模攻势。为抵御这股日军力量，国军方面由何应钦指挥，调动了9个军、26个师的庞大兵力，其中王耀武的第4方面军担任了主力角色。这场战役的序幕于4月9日拉开，日军第47师团辅以116师团的部分力量，约4000人猛攻蓝天，史称湘西会战，一名雪峰山会战。与几年前相比，此时的中日双方实力对比已发生巨大转变。国民党军队在兵力和装备上均不逊色于日军，且双方士兵皆勇猛善战。尤其重要的是，国军士气高昂，且坐拥主场之力。日军在这场战役中并无明显优势，关键时刻，驻守蓝田的第73军军长韩俊展现出了非凡的胆识。他决定以少胜多，仅派出2个团的兵力，利用日军尚未完全集结的有利时机，先发制人，对日军47师团发起了突袭。这一出其不意的攻击，使得日军47师团措手不及，遭受了重大损失。随后，日军的其他几个师团也卷入战斗，双方激战正酣，难解难分。直至5月2日，国军调遣大量空军力量，成功在日军第47师团杨溪桥阵地撕开一道裂口。随后，国军全军奋勇向前，从4面8方涌来，给予日军沉重打击，几乎使其无法翻身。日军最精锐的部队在此次战役中遭受重创，同时，他们在太平洋战场也连连失利，败局已定。然而，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已陷入疯狂，他们分散了部队，开始发起自杀式袭击。在武阳、武冈、芙蓉山等地，国军遭遇了日军最为猛烈，也是最后的反扑。雪峰山战场的战斗尤为残酷，在18军的掩护下，国军73军和74军成功会合，随后将日军当时编制相对完整的第116师团歼灭，剩余的1000余名日军被困于深山之中。臭名昭著的109联队甚至派出汉奸企图投降，国军并未手下留情，第100军与18军联手，将109联队彻底歼灭。至此，除却逃逸的日军，雪峰山上的日军残部已不足5000人。尽管是拼凑起来的部队，但这5000人却展现出惊人的战斗力。至6月1日，他们竟突破包围，退回湘西会战前的阵地。国军因连日激战已疲惫不堪，遂选择休整。这场长达55天的大战暂告一段落。在这近2个月的战役中，国军歼灭日军7万，缴获大量火炮、机枪及军备物资，堪称抗日战争以来收获最丰的战役。颁发军功章时，一个特殊群体尤为引人注目，他们人数不足100人，却歼灭了2100多名日军，而他们的武器仅是手中的猎枪。他们是一群猎人。雪峰山战役已进行30余日，日军高层自感胜利无望，却企图秘密派遣一支小队，携带轻武器和炸药，攀越雪峰山峭壁，直达怀化，炸毁正在建设的芷江机场，为日军争取喘息之机。然而，他们万万没想到，虽躲过了国军侦察兵，却未能躲过一名衣衫褴褛的小男孩的视线。那支日军的秘密部队悄然抵达湘西洞口县，在一个凌晨，他们正欲寻找一处隐蔽的山谷藏身，不料被一位早起放牛的小娃娃撞见。小娃娃曾见过国军，也熟悉日本兵的军装和旗帜，他立刻意识到情况不妙，连忙将这一消息告知村长蓝春达。蓝春达闻言，迅速召集村里的老猎户出门探查。面对数量庞大的日本兵，他们并未退缩，反而果断派出2名年轻人前往国军处报信，同时集合全村猎人，
准备给日军一个措手不及。经过一番清点，包括蓝春达在内，共有86名猎人参与此次行动。他们不仅人手一把猎枪，还配备了15支汉阳造步枪，这是他们上次参加游击队时获得的战利品。86位猎人凭借对地形的熟悉，轻巧地绕到洞口县雪峰山的一座山头，这里是日军的必经之路。他们耐心等待了一整天，终于2名负责盯梢的猎人发现了日军部队的行踪。在湘西的崇山峻岭之间，一场突如其来的遭遇战悄然拉开序幕。湘西国军总司令何应钦虽已接到密报，知晓一支日军秘密部队正企图穿越雪峰山，直捣怀化，炸毁芷江机场，但他此刻正被日军5个军团的猛烈攻势所牵制，分身乏术。尤其是这支日军由以狠辣无情著称的林田源四郎指挥，其战斗力不容小觑。因此，何应钦虽心急如焚，也只能象征性地调派了1500名士兵前往蓝春达所在的洞口县，以期能阻截这股日军。然而，这支援军距离目标尚远，至少需要2天时间才能抵达战场。蓝春达这位退伍老兵，凭借其对地形的熟悉和对日军的敏锐直觉，意识到时间紧迫，日军即将从他们的眼皮底下穿过。一旦错过这次机会，日军若成功炸毁机场，将对整个战局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。在与村里的猎人们紧急商议后，蓝春达决定不等援军，主动出击，但绝非盲目硬拼。他们深知，仅凭手中的猎枪和少量的汉阳造步枪，难以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正面抗衡。于是，猎人们开始巧妙地利用地形优势，布置了一系列陷阱和套索。他们甚至故意将猎物置于捕兽夹中，引诱日军前来。这些猎人的鸟铳虽然射程有限，但在近距离内，其铅丸和铁砂制成的子弹威力巨大，足以对日军士兵造成重创。猎人们深知，他们面对的是毫无人性的敌人，因此必须全力以赴，不容有失。战斗在凌晨悄然爆发，日军队伍边缘的士兵首先遭殃，他们被猎人们的鸟铳击中，痛苦地倒下。后方士兵见状，急忙涌上前来查看情况，却不慎触发了陷阱。一时间，日军队伍陷入混乱，伤亡惨重。经过几次尝试，日军变得异常谨慎，他们不清楚山中到底有多少敌人，只能将队伍分散开来，试图减少损失。然而，这正是猎人们所期望的。他们凭借对地形的熟悉，总是能在敌人最薄弱之处突然出现，给予致命一击。双方周旋了数小时，日军人数锐减，士气低落，而猎人们虽然也有伤亡，但相比日军而言，损失要小得多。林田源四郎眼见部队无法拿那些猎人下手，心中焦急万分。他决定改变策略，将剩余的1000多人集中起来，企图以火力优势压倒对方。然而，猎人们却更加狡猾了。他们利用地形掩护，不断转移阵地，使得日军的火力无法有效发挥。同时，他们还不时从暗处发射鸟铳，给日军造成极大的威胁。经过一番激战，日军原本2500人的队伍，如今仅剩1700人。林田源四郎心急如焚，他知道，如果不能尽快突围，全军覆没只是时间问题。而此刻，猎人们却拥有了一个意外的优势：数十条嗅觉敏锐的猎犬。这些猎犬在蓝春达的指挥下，不断骚扰日军，使得日军疲惫不堪。就在林田源四郎准备率领几百人突围之际，何应钦派来的1500名国军精锐终于及时赶到。面对这些穷途末路的日军，尽管有穷寇莫追的古训，但国军与猎人们深知，一旦放跑他们，将来必将贻害百姓。因此，他们决定不给日军任何喘息之机，迅速展开攻击。在国军与猎人们的联手下，日军终于支撑不住，开始溃败。林田源四郎带着少数亲卫仓皇逃窜，而大部分日军则成了俘虏。这场战斗虽然艰苦卓绝，但最终以国军与猎人们的胜利告终。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而那些无名英雄猎人们的事迹，也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长河之中。在蓝春达的引领下，国军迅速对这支仅剩1000多人的日军部队形成了包围之势。林田源四郎眼见败局已定，留下大队长龙自保三郎负责断后，自己则带着亲卫队慌忙逃窜。而龙自保三郎也已无心恋战，手下的士兵四处逃散，被国军紧追不舍，队伍人数不断减少。
战斗至最后，仅有极少数日军逃入深山之中，而丧命于国军和这86名猎人枪口下的日军高达2100余人，其中超过半数的日军是被这些猎人所歼灭，这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。历经10几年的抗战，除了国共两党军队外，我国民间还存在着许多这样的地方武装力量，这些队伍和其中的无名英雄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，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敬仰。